所以香龙有关税战，有科技战。关税战的部分呢，现在川普其实看起来也是步步为营，因为之所以没有用竞选期间的60%，而是用10%，而且他显然跟面对加拿大跟墨西哥还是态度上面有一些不同啊。就中美关税战对于美国来说是困难的，但是对他来说又是重要的。那中国大陆这边是有节制的一个反制，我选择的这些商品不是我全部的商品，好，那10%到15%，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包括了这一些稀有金属的管制，还有对于 Google 的一些反垄断的一些调查，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可是另外一边科技战的部分，其实 DeepSeek 这件事情对于全世界的震撼是很大的。德国媒体这两天呢反而开始报道说，我们会不会太低估了中国的科技能力？所以呢，他开始要重新评估中国的科技能力，就是刚刚介大使所说的，过去中国在1到10、1到100做得很好，但是0到1很少。但是呢 ，DeepSeek 让大家知道说，当美国用举国之力去围堵你，甚至于去联络了包括了台湾、日本、韩国、荷兰这样去围堵你的情况之下，你0到1还是成功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科技战又出现了不同的面貌。这个问题非常大了，就是说，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在关税战的领域里面，我早上也跟郑源在谈这件事情，谈进口替代。但是你知道，进口替代对我们的这个世代来讲，我们看着台湾经济发展的模式的时候呢，我们对进口替代呢很熟悉，那个概念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不想损失太多的外汇，我不想呢一直呢掏钱，然后赚为利，然后花很多钱呢去买别人的东西，所以我如果可以自己做，那我的钱就省下来了，这赚的钱呢就放到口袋里面。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讲，进口替代呢是合理的。可是呢，对于美国这种的庞然大物来讲，他在寻求进口替代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保护主义的一个代名词。它那不叫进口替代，它其实就是保护主义。那关税是不是一定能够在进口替代或者在保护主义当中能够发挥的效果？未必，它是需要许多的条件配合的。那一方面呢，看你的进口的来源，你的对象是谁？中国今天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麻烦、很难处理的对象，就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川普在选举时候的那些的豪语，他讲过多少24小时之内，24小时之内我要终止俄乌战争，24小时之内我要跟习近平通电话，他讲这么多的24小时，其实他都办不到。只要是碰到呢大的一些复杂的议题，或者碰到中国的议题，他就办不到了。他习惯性呢用给你一个时间压力来证明呢我自己的魄力跟我自己的恐吓的能力，碰到中国的时候呢都没有用。那不管是我们在讲的 DeepSeek， 或者说在最近以来呢一系列的中国在科技上面呢所引起的国际上面的一直呢持续不绝的话题，不管是呢大疆的无人机，不管是呢你看到的语速的这些呢机器狗啊机器人，你看到的中国的电动车的大举的出海，你看到我们随便讲刚刚讲的，譬如说这个起重机啦、造船的领域啦等等，中国在许多的包括手机，中国在许多的领域里面，中国呢不只是呢进到了一个应用科技的前沿，而且中国在这个领域里面都取得垄断性的地位。我最近呢在读呢这个 Peter Thiel 的这个呢，在过去的一些演讲的文章 ，Peter Thiel 的东西我们在过去读的时候啊，你可能还没有这么深刻的感觉。可是我建议大家把他一些东西再找看，因为他现在在川普身边很重要。其实他跟马斯克的重要性应该不相上下，因为他是2016年的时候就支持川普的人。对，他支持川普，同时他也是的 J.D. Vance 的这合伙人跟主要的支持者。那你要知道他在谈，我认为他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谈资本主义本质谈得最好的人。他告诉我们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是竞争。当你在考虑商业竞争的时候，你就是个 loser。
你就是个失败者，因为呢，你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你晚上睡觉一定睡得不好，因为你不知道第二天呢，你的对手是不是会超过你。他说，资本主义呢，成功的资本主义只追求一个东西，追求绝对的垄断。就是除了我之外没有对手，这就是他当年跟马斯克一起合作，然后最后呢 PayPal 的主要原因。他在强调说，他的0跟1的时候呢，追求垄断的时候呢，就是我睡觉睡得很好，睡不着觉是我的对手的问题，但是他永远跟不上我。垄断的标准呢，是对于我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或者是市场70%以上的占有率。所以呢，在半导体的领域里面来讲，很合理的说明就是说，为什么呢？中国付出很大的代价，苦苦追赶，到现在为止，虽然出口大幅的成长，但是呢，进出口之后，在中国在半导体仍然是大量的逆差，因为你不管就是从安谋的角度呢，从架构的角度呢，从光刻机的角度，从这个呢，就是晶圆代工的角度，甚至于呢，你现在看到的辉达，因为它的市占率呢都在70%到90%，甚至光刻机是100%。对。就是这些呢，都基本上你根本一点条件都没有。现在在 AI 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呢会觉得中国呢甚至会觉得很保守，就不太有把握，是因为所有的算力呢都在伺服器上面，而这些几乎都在美国的大企业的手里面，它掌握了70%以上的伺服器，因为所有的算力几乎都在云端，而云端的算力70%呢都已经在美国的手里面，所以不太有把握。可是 DeepSeek 的杀出来了之后，其实我看到梁文峰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的第一个问题对我是最有启发性。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也没有想到，就 DeepSeek 出来了之后呢，会引发这么大的骚动。那大家问他说，为什么会有引发这么大的骚动？他说他没有想到大家对价格这么的敏感。他没有想到大家对价格这么敏感。他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希望大家知道，就是说 DeepSeek 是有赚钱的。DeepSeek 并没有在烧钱，因为它是量化基金投资的，所以量化基金从一开始就是追求赚钱，它从来没有一刻是要那种砸大钱然后不惜成本，它没有，它一直是追求赚钱的。更经典，它没有跟中国政府要1毛钱，真的，他的很厉害。他的这个说法呢，其实他表现的惊讶，我认为那是很，他就说。他 DeepSeek 他都有，好像 DeepSeek 好像又开始呢进入到一个所谓，因为大家都把它当作是 AI 界的拼多多，就是觉得呢他把利润压得很高。对，他说他没有在追求利润，因为他追求是技术创新。他坚持呢，他说他所有找的团队的成员呢，都是那种对于技术创新有极大热忱。但是呢，并不是想要借着呢某一种的技术兴起的时候，在技术的中后段的时候呢，觉得呢切进来之后呢，趁机呢掌握技术应用，捞一笔就走人。中国过去的企业在这方面都很厉害，就是我掌握技术成熟了之后，掌握中后段。然后呢，在应用当中创新的时候，狠狠的捞一笔。许多的成功的企业都是这种形态的企业。可是呢 ，DeepSeek 就不这样子做，所以呢，它才会出现呢。刚刚郑源讲的，就是说，它起码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每个人都知道，其实呢，美国的这些呢 Big Tech 这些大的科技业，它在干两件事情。你看的好像有一些在开源，但是其实我告诉你，他们开的源呢，都是落后半年到1年的产品，就是真正的它前端的产品，它是不开源的。因此呢，当今天的 DeepSeek 呢把它的最新的东西丢出来的时候呢，市场就马上炸了。就是过去他们在开源呢，也是有条件的开源。第二个就是他们把呢辉达，只要辉达能够做出来的晶片，它全部都扫光。就是所谓的挖金矿的铲子，他把铲子都买走，金矿就在那里，你也挖不到。他们就在干这2件事情。可是呢，当今的 DeepSeek 呢，用比较低阶的晶片，用比较少量的晶片，用比较低的成本，还能赚钱的时候，把所有的游戏规则呢，通通都破坏掉了。那现在就我早上在跟郑源讲，我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看到的美国的参议院开那个听证会，因为很少人讨论那个听证会，我在看那个听证会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惊讶，非常的兴奋，因为那个听证会的主题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在美国的国内或国外呢，所形成的邪恶的事物，大概就这样的概念。就是好，那我们就召开一个听证会，那个主题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所有邀请来的呢，都是呢反的不得了，巴不得中国死的。然后呢，每一个人呢在问他，参议员问的问题都一样，都是问他们说，请问呢中国的这科技业呢崛起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办？大家的看法都一样。第一个，叫他卖给美国，
不然就叫他滚出美国。他们的然后呢，参议员呢就拍手啊，太好了，你们建议的是非常有用，这叫做有用的建议吗？你前提是你要有能力去跟他去竞争啊。好，但是你看得出来，就是说呢，今天美国正在呢，当美国开始呢担忧它的垄断结构被破坏的时候，它的举国体制就出现了。而今天呢，对于 AI 界来讲呢，无法思考的，包括呢 IBM 都必须要回头呢去肯定的 DeepSeek， 是因为从一个资本主义的体系里面的这些高科技界，他们无法想象或者情感上面不能够接受，今天呢是由来自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企业在领导 AI 民主化。其实 AI 界里面一开始呢，在蛊惑大家的是 AI 民主化的概念，是 AI 应该是一个像是阳光、空气、水一样，就像网络一样，大家都可以用得起的东西。可是呢，走在前面的人并不这样想，他在追求某种的技术垄断。可是呢 ，DeepSeek 出来了之后呢，这些就通通毁了。接下去，当然中美之间，我认为在讲关税跟关税有关的问题，其实都不重要。因为跟关税有关的问题，基本上面都不是跟垄断有关的问题。中美将来的真正关键的问题，都是垄断的问题，在垄断的技术前面的竞争。但是现在你看到的有关于关税的问题，美国一样是没有招的，是因为中国它本身的制造业的生产体系里面，在许多的重要的产品，它除了全品项的生产之外，而且它已经都达到了规模，那个规模所产生的引力，就像我们看到两个星球，一个小的星球再怎么努力，它的引力都不会是大的星球的对手，它没有这是万有引力。换句话说，你今天呢，就算说，我今天不买你中国的，那我去跟呢瓜地马拉买。就跟台湾很抱歉，就是他们或许在很少部分的产品当中，它可以能满足你，但是大部分的它都办不到。所以中国在面对关税战的时候，2.0之后，我认为它表现的看起来呢是稳，是特别的沉稳，但我认为是自信。其实他知道你搞不出什么名堂，你终究要面对我，你必须回到一个大国对大国的姿态，而且我觉得今天筹码是在中国手上。科技战才是根本，关税战反而现在变成皮毛了。因为呢，科技战才真的是未来。当然，我觉得你现在成为皮特尔的信徒了耶。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当他在从零到他那本书很有名，从0到1，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那本书是很有启发性的。对，他在谈垄断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对于所有在高科技领域竞争的人呢，是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高科技所有的国家的竞争追求的是垄断。就是我必须要达到70%以上占有率，所以像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呢，它在内部体制里面呢，它会喊出反垄断。当你的体系很庞大，它就叫你分割公司、分割股权。可是对外的时候，它不是，它是一个重商主义的逻辑，它是呢追求呢绝对的垄断。好的，我们先谢谢 Brown Ken 001，谢谢你的抖内，然后 BJ 廖，谢谢你的抖内。他说，川普裁 USAID 是否会让去年台湾才刚刚加入，然后由索罗斯开放社会资助的 IPAC， 那像台湾的侧翼组织一样，因为预算被砍而喊痛呢？不会，因为他会叫台湾全部出钱。现在只是索罗斯出一半，台湾出一半，因为全部台湾买单，不用担心，因为钱不多。好，